凉粉就是一种本身的味道淡淡的，但是加上各种调料就摇身一变变成美味的东西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不能把调料直接镶嵌到凉粉里呢？就可以像果冻那样一块块拿着啃了，没准还能随身携带。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可能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。不过我今天是做给自己吃，所以总可以试试了吧。我倒的这个是豌豆粉，用来做豌豆凉粉的。豌豆粉属于是那种自带一点味道的，比白凉粉之类没什么味道的要更香一点点。差不多弄个150毫升左右的粉吧。其实我也没做过凉粉，好像稍微超出了一点啊，但没关系，也没有那么严谨。我在网上查做豌豆凉粉的教程，粉和水的比例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而且差距也太大了，有的1:2，有的就1:7，所以我就折中了一下，弄1:5左右，就是差不多750毫升。我有时候真的很服我自己，就倒这么点水，倒了一滩出去，关键是我还没有办法测量我到底倒出去了多少。但我真的很想问这个量杯，请问您长的这个嘴是做什么用的呢？第二次我差不多接了300多毫升，今天就注定是随缘了，所以说凉粉能不能做成功都不知道。但一想到这个比例我本来也是猜的，这没准就是上天在帮助我，让我瞎猫碰上死耗子呢。先来把这个豆浆搅匀，一般先放少一点的水会比较好搅匀，不过我今天失误连连，也不在乎多加这一个了，主要是要把漂浮在水面上成团的这个一坨的粉给弄开。我今天用的是不粘锅，因为凉粉是注定要粘的，不粘锅就会稍微好洗一点。好了，差不多到这个程度，我觉得应该搅匀了，还有些许的小疙瘩就装作看不见。它的颜色看起来像一种很浓郁很好喝的东西，但我并不会喝豆浆。一般像做绿豆凉粉是把调好的姜放到烧热的水里，但我感觉这个就直接从冷的开始也无所谓。如果我用这么粗糙的手法都能做成功的话，那制作凉粉真的就没有什么难度了。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开始从厨房进健身房了，拿起健身器材硅胶铲，开始打造健壮的手臂。虽然前面的步骤都很粗糙，但搅凉粉这一步真的不能偷懒，不然就真的完了。搅着搅着就感觉质地开始改变了，会有一种从在搅液体变成类似于搅藕粉的感觉，而且还会开始冒大泡，炼出的浆非常烫，会烫到手的，就可以把火关小一点，就不停的搅，否则你稍微停一下它就会开始飞溅。做这个豌豆凉粉好像是需要放一些油的，既然今天做有调料的版本，我就直接放有味道的油，芝麻油、鸡枞油，闻着好香，多来一点。把油搅开的时候，这个纹路还挺好看的，不过再多搅一会儿，纹路就消失了，彻底的和凉粉融为一体。据说做这种凉粉还可以加一些姜黄粉，市面上那种偏黄的豌豆粉好像都是这么做的，我也来加一些好了。我真是手一抖就倒多了啊，没关系，姜黄也不算味道特别重的东西。搅拌开以后，这个颜色好像意外的做出那种麦的凉粉的颜色，看来卖家加的也不少。本来做这种豌豆凉粉是要加草果炸出的香料油的，但是我就稍微偷懒一下，用很多的草果粉来代替。这时候盐也可以加进去了。豌豆凉粉一般都是自带一点盐味的，友情提醒一下，放调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转小火，然后还要小心一点，否则这个锅里就是一锅活火山的岩浆，随时喷发，真的会烫伤。我又搅了好几分钟，就说像这样能有比较明显的痕迹，就说明已经好了。关火，就让它这样自然的冷却，就是平常吃的豌豆凉粉。不过今天我做的版本，现在就要趁热把调料搅进去。这边我已经准备了一些平常吃凉粉会放的东西，香菜、薄荷，还有一点蒜末，直接倒进去。再来一大勺油辣子，甚至还要往里放液体酱油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挺担心的。至于醋，过去的一些惨痛的经验提醒我，加酸的很有可能会毁了凉粉，也许会导致无法凝结，变成一滩水，所以我就先放这些。一搅拌，粘在锅边的凉粉锅巴都出来了，闻着还挺香。其实现在这么吃的话，就是稀豆粉，可以用来蘸饵块、油条、泡米线之类的，都很好吃，是我最喜欢的豌豆粉的形态。来尝一口好了，真的好吃，非常浓郁，而且豆子的豆腥味和我放的有点多的姜黄粉味，由于放了各种调料，几乎都吃不到了。但我不能继续吃了，把它弄出来做凉粉。
装凉粉的碗边上应该是不用涂油的，理论上来说凉了它就不会粘住了，也不知道我这个比例到底能不能凝结。最后把表面稍微晃平就放着。锅里还剩一点点，不验证一个有醋的版本我是不甘心的，就拿很少的分量来试一下。把醋加进去，希望不要立即就化成液体，我总觉得它要化了。没想到把醋搅进去好像也没有太大变化嘛，那就也放一边冷却吧。我觉得这个凉粉已经完全冷却了，看它的边缘已经和碗分开了一个缝，而且这个加了醋的版本竟然看着也凝结了耶。我决定要把它拿出来了，表面肯定是没问题，希望里面不要还是流动的状态。先来翻这个小一点的，好吧，虽然有点歪了，但还算完整。怎么抖都抖不回去，就先这样吧。来弄这个大的，感觉大的有点危险。我现在在想，别人是这么翻凉粉的吗？还是先要在边上刮一圈呢？哇，竟然这么完美，我都有点感动了。一天的辛苦没有白费的感觉，看着完美的弧线，甚至有一种插上蜡烛许愿的冲动。终于来到试吃环节，一刀切下去，感觉就不妙，会粘刀。它里面是散的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来尝一下好了。首先要说，凉粉是做失败了，但是它并不难吃，可能是因为比较合我的口味，又香又辣，所以我甚至觉得是好吃的。就是它没有凉粉的形状，但是和我热的时候吃稀豆粉也不一样。热的时候就像在吃某种米糊的感觉，而现在像是在吃被人搅碎了的凉粉，中间大片大片的薄荷叶之类，可能也阻挡了它的凝结。我不知道如果把调料剁得碎一点会不会好一些，不过味道真的很好，吃得我停不下来。就是口感不行。再来试试比较靠边的部位，仿佛是比较光滑，好吧，吃起来也是一样的。好了，再来试试加了醋的，我猜可能会更不成形，结果竟然还行。难道是因为它比较薄？是的，今天就是这样一天，为这块凉粉以及被姜黄染色会非常难清洗的白色台面默哀1秒钟。接着来吃剩下的部分，这回就捏得紧紧的，让它插翅都难飞。但这个看起来是更像凉粉，但好像吃着口感差不多，多了一个酸味。而且虽然我平常吃凉粉是一定会加酸的，但这个好像是不加酸的更好吃一点。总之，我今天做凉粉失败了。不过我一开始说的随身携带这一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，只是说不能维持形状，但也不会有液体的东西露出来。至于失败的原因，也许是我凉粉的比例就没对，早知道我应该留一些不加料的来对照一下。第二个可能性是我冷却的时间还不够长。第三个可能性是我加的某些调料改变了它的性质，它就不会凝结起来。第四个可能性是我加了冷的液体进去，也许应该把酱油提前一起煮进去。第五个可能性是调料太大块了，然后又多，就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结构。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多种情况并发。好在它除了口感有点怪以外，味道是好的。但怪的评价标准是因为我把它和凉粉做对比，如果排除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认为它是凉粉的观念以后，就把它当成一个没吃过的东西，我就应该能单纯享受它的味道。这不就是香辣味的冰淇淋吗？哦，不对，没切开之前应该是一个蛋糕，慕斯蛋糕，对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。后来我把剩下的部分放冰箱里了，今天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出了一滩的水，看样子是没什么区别，用勺子挖好像感觉是比之前结实了一些，但吃着还是同一个口感。不过神奇的是味道倒是淡了好多，不仅调料味淡了，豌豆粉本身的香味也消失了，倒是和凉粉有点像。凉粉也是在冰箱放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得没那么好吃了。好吧，至少应该可以排除放得不够久这个失败的原因了。